今天我们來聊一個經典的美國式商業傳奇，一個52歲的奶昔攪拌機推銷員如何抓住一個機會，把一家小漢堡店變成席捲全球的快餐帝國。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麥當勞的締造者雷克羅克。雷克羅克生於1902年，美國芝加哥一個普通家庭。從15歲起，他就輟學闖蕩社會，當過鋼琴手、紙杯推銷員、爵士樂隊成員，甚至在電台工作過。人生前半段，他嘗試過無數份工作和創業機會，卻總是碰壁。直到2戰後，他成為一種多功能奶昔攪拌機的獨家經銷商，四處奔波推銷。那時候他已經50多歲，患有糖尿病和關節炎，生活並不富裕，但他始終相信最好的機會還在前面。1954年，一切改變了。那一年，克羅克接到一個異常訂單，加州聖貝納迪諾一家小餐廳一次性訂購了8台他的攪拌機。好奇心驅使他親自開車前往一探究竟。抵達後，他被眼前景象震驚了。這家由麥當勞兄弟理查德和莫里斯經營的餐廳，雖然菜單簡單，只有漢堡、薯條、奶昔和飲料，卻效率驚人。顧客排成長隊，但出餐只需30秒，停車位爆滿，周末更是人山人海。麥當勞兄弟的故事也很勵志。他們原本夢想拍電影致富，卻失敗了，轉而跟着父親賣熱狗。後來汽車在美國普及，他們靈機一動開了一家汽車餐廳。1940年，第一家 Deacon McConsidano 餐廳在聖貝納迪諾開張。起初是傳統驅車餐廳，但生意火爆後，兄弟倆開始改革，精簡菜單，只留最暢銷的幾樣，引入流水線作業標準化操作，甚至辭退女服務員和廚師，用自助窗口取代傳統服務。通過這些減法，他們大幅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率，一舉甩開競爭對手。到1954年，他們已擁有幾家分店，年收入不錯，還開始小規模特許經營。克羅克一看，這不是簡單的漢堡店，這是一個革命性的系統。他立刻意識到，如果把這個模式複製到全國，將是巨大的商機。第二天，他就找兄弟倆談判。麥當勞兄弟起初猶豫，他們滿足於現狀，不想大幹一場。但克羅克的銷售天賦發揮了作用，他畫大餅講願景，終於說服他們授予他全國特許經營權。合同條件卻異常苛刻，克羅克從每家分店營業額抽取1.9%作為服務費，其中只有1.4%歸他，0.5%給兄弟倆，而且所有重大改變都需兄弟倆批准。克羅克二話不說接受了。1955年，他創辦麥當勞系統公司，第一家屬於他的麥當勞在伊利諾伊州德斯普蘭斯開張，那是麥當勞歷史上的第9家店，卻標誌着新時代的開始。克羅克的野心遠超兄弟倆，他出身推銷員，深諳標準化和複製的重要性。他要求每家店整潔如新，廚房半開放，讓顧客看到衛生，員工培訓嚴格，服務統一，甚至對漢堡的厚度、薯條的長度都有精確標準。他不放過任何細節，停車場要乾淨，員工笑容要真誠，食物要熱騰騰。起初擴張並不順利，克羅克吸引富人加盟，卻發現他們不守規則，質量參差。他轉向中產階級，強調家庭價值觀和可預知性，無論走到哪裡，麥當勞的漢堡都一個味，這成了麥當勞的核心競爭力。但問題來了，合同限制太多，兄弟倆保守，害怕質量失控，不願大規模擴張。克羅克想創新，比如用粉末奶昔降低成本，兄弟倆卻反對，分歧越來越大。到1960年，麥當勞已有228家店，年銷售額3780萬美元。但克羅克只拿微薄分成，兄弟倆卻坐收0.5%。克羅克下定決心，必須買斷。1961年，他以270萬美元現金買下麥當勞商標、系統和所有權，兄弟倆每人進的約100萬美元後稅，相當一筆巨款。他們滿足了，退休享福。克羅克則徹底解放，成立房地產公司，通過土地租賃控制加盟商，這成了麥當勞暴富的秘密武器。買斷後，麥當勞爆炸式增長。克羅克創辦漢堡大學，培訓管理者，研發新設備，確保出品統一。引入小丑羅納德，吸引兒童。1965年上市，市值飆升。到1984年克羅克去世時，麥當勞已有7500家店，遍布全球，年銷售額80億美元，他的個人財富達6億美元。這個故事有爭議的一面，有人說克羅克搶奪了兄弟倆的成果，甚至有傳聞他承諾額外1% royalties 卻未兌現。但事實是，兄弟倆早在克羅克前就開始加盟，他們滿足小富即安，無意全球擴張。克羅克給了他們巨額現金，他們一生無悔。商業就是這樣殘酷，創意重要，但執行格局和堅持更關鍵。麥當勞兄弟勤懇創新，卻缺乏大夢想。克羅克晚起步，卻有不懈決心。他常引用一句話激勵自己：世界上沒有什麼能取代堅持，天賦不行，天才不行，教育也不行，只有堅持和決心才是最強大的。這句並非他原創，而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家訓。但克羅克用一生證明了他。52歲轉行，抵押房產創業，一次次碰壁卻不放棄，最終締造帝國。麥當勞的成功不是賣漢堡，而是賣系統、標準化和房地產。克羅克說：“
我賣的不是漢堡，是機會。它給了無數普通人加盟致富的機會，也改變了全球飲食習慣。商業社會保護自己的最好方式不是法律，而是實力、現金流、市場占有、執行力。克羅克用270萬美元支票換來永恆的金拱門兄弟倆的教訓。創辦人必須隨企業成長，否則會被淘汰。星巴克、特斯拉，甚至蘋果都上演過類似故事。今天麥當勞在120多國有4萬多家店，每天服務1萬人。它不僅是快餐，更是美國夢的象徵。任何人只要堅持，都可能逆襲。朋友们，這個故事告訴我們，機會往往藏在平凡中。52歲不算晚，堅持比天賦重要。格局決定結局，現金為王。契約需嚴謹。財商啟示：抓住系統化機會，別只看表面。標準化是複製財富的鑰匙。房地產是隱形現金流。夢想要大，執行要狠。保護知識產權和合同，別留漏洞。